要邀请到的是 SciFi 的林宗明产品行销资深经理，我们掌声有请林经理上台来为我们进行分享。那今天经理要与我们语谈的相关的题材呢是 SciFi RISC-V 车用处理器未来车用与关键安全性的完整方案。那我们就再次的把时间交还给我们的经理。你好，那个王会长以及现场的嘉宾，大家好。我是 Tommy。那今天就是要来为各位介绍，就是关于这个在车用方面以及safety critical 的这些相关的应用。那刚好前2天我们也是在全球就是 launch 了这整个SciFi Automotive 的这个 product line。那我们可能就是要从这个 RISC-V 为什么会最适合这个整个产业发展的这个趋势，来带这个题目，就说RISC-V 其实一开始它就跟其他我们过去看到的科技发展比较不一样，就是说可能之前比如说类似 WiFi 或者是 Bluetooth 这样子的standard， 它其实是在很多厂商各做各的，然后最后才会谈定一个规格。可是 RISC-V 这件事情是从一开始我们就有一个 open 的规格，所以当这个 open 的规格推出来之后，那其实全世界就是有很多的公司就会 join 像这样子的一个，它是一个比较公开，而且是一个比较自由的一个可以大家都参与的一个地方。然后这个在过去从发明之后，然后我们在2015年有像 RISC-V Foundation 的成立。然后逐渐的从小的 MCU 的应用，一直到最近我们看到比较 high performance 的应用，这样子其实发展的速度其实是过去我们看到 computer architecture 来说，这是比较快的。然后接下来我们也看到，其实有很多在整个半导体业界领导的厂商，其实也都是参与在这个整个 RISC-V 的这个贡献以及开发上。然后目前其实今年成长的速度很快，目前大概协会应该有超过3200个会员了。然后整个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整个 ecosystem 带来了相当强劲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动能。然后这个可能要很快带一下，就是说其实我们在2010年在我们的创办人在 Berkeley 就已经把这样子的东西先做出来，然后一直到2015年成立 SciFi 的这家公司，然后成立了 Foundation。然后我们目前就是大概就是7年的时间，就是跟客户一起合作，大概就做了大概超过300个 design win， 然后有超过100家的客户，然后全球半导体领导厂商里面，就是前10大有8家是我们的客户，然后我们目前全球有超过500位的员工，然后刚好在今年第2季的时候，我们完成了新的一轮的融资，然后目前的valuation 是2.5个 billion， 然后这是我们全球的一个营运的一个状况，就是说可以看到其实超过就是不管是亚洲、非洲，亚洲、欧洲跟美洲，其实都有很多的研发中心。然后主要比如说像在美国加州跟德州，然后法国、印度以及台湾，台湾也是有非常多同事在从事这个研发的工作。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整个公司我们超过100位博士，以及非常多就是在整个处理器业界以及这整个相关的配套的这个工具开发的这些有经验的同事非常的多。那这是我们之前的这个产品线，就是说我们从比较传统的这个 CPU 应用上面，像在这个 Essential 的这个系列，其实从32位元、64位元的都有，然后从这个 MCU 用在 IoT 的这些装置，或者是比较 real time 的这个使用上，然后其实我们也是提供了很多这个可以客制化的这个地方，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应用领域。然后我们在之前其实有重新再把这个产品做一个规划，所以我们后来有了这个 performance 的这个系列，这个是比较
高效能，所以它可能会比较 address 在比较高端的这些应用，所以像是这个 enterprise 或者是 server、high performance computing 等等的这个部分，然后以及那个我们比较新的这个针对 AI、machine learning 这些应用的这个核，所以这个其实我们也提供了很多新 add-on 的这些功能上，或者是说整个那个技术细节上的这个增强。那我们刚推出的这个 automotive 的这个产品线呢，这个其实要从那个整个车用的这个发展来看，这个其实在车子使用这些电子相关的这些东西，其实是越来越多的。那刚好后来碰到比如说电能车，或者是像自驾车，或者是等等辅助人类或车辆驾驶的这些东西的发展，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些功能对大家来说是越来越像日常生活中需要的一个东西，所以其实之前就有研究机构就是针对这些部分做一个研究，比如说2020到2030这10年之间，这个年复合成长率，光车用的这个 SOC 就超过19%，然后 MCU 比较少，是因为这个 MCU 本来就用很多，所以这边 MCU 有9%，所以本来可能只有某部分在用，像现在其实怎么讲，就是需要的这些由 CPU 提供的计算效能其实是增加的很多，因为其实需要做的事情会越来越多，所以我们也看到这个在 design 上面也有一些在车用架构上面的那个转变，所以会越来越需要像是这种高效能的这个计算。因为以前可能是简单的 ECU， 然后就是去控制某一些部分的组件，然后再把它串起来，然后可以一起工作。那可是现在会变成说，它会越来越像我们这个以前可能比较熟悉的这个 computing 的这样子的一个 model， 它会变成一个像是我们叫做 Zonal 的一个架构。然后所以这个在这个计算的这个中心部分就会需要更高的性能。那整个电子化的这个部分，其实也是大概就是有20% 的这个年复合成长。然后其实针对在车子的使用上，其实不同的角色会有对这个怎么讲，就是对这一些CPU 或者是说对这些采用的这些 chip 会有一些那个不同的想法。那在这个 Silicon 的这个部分，其实想要追求是更好的这个 PPA， 然后他们会希望说，提供的 IP 有很多的选择的弹性，以及可能他们在 business model 上可以有更多的操作空间，而且重要的是车用要一个 long term 的 support 跟 commitment， 就是这个是这个车用不同于其他应用领域的一个地方。那最后就是说，它需要一个在 functional safety 要有一个就达到最佳的一个保证。那对整个车用的这个供应链，这个 Tier 1的这些供应商，他们会希望说，其实供应商就是对他们其他承袭的供应商来说会有不同的选择，以及他们可以依照他们的需求再去做一些自定化的东西。那当然也是要符合那个 FUSA 以及这些安全的这些东西。那对最终在做这些制造车子的，不管是品牌或 OEM 商来说的时候，那当然 security 很重要，然后 software 的这个部分其实也是很重要，因为其实车子里面用到了非常多的 CPU， 然后这些 CPU 其实上面都有不同的程式在跑，然后如果说今天是用同一个架构，比如说像 RISC-V 这样子一个本来设计上就是模组化，然后相当有弹性的一个架构，那它其实都可以在使用同样一套开发工具，然后写这些相关的这些 software 的程式。那最后就是说，他们可以很容易的靠着这个软体，以及刚刚讲的某些在 chip 上或者是 system 上的客制化，就可以做到一些差异化，或者是说在成本结构上做不同的那个选择。那我们回顾一下，大概这2年其实有很多这个 RISC-V 整个 ecosystem 里面，就是大家在车用上有很大的发展。比如说瑞萨跟我们公司其实有一个很密切的一个合作，那其实是在跨各个领域的。然后其他部分，比如说像是Mobileye，
然后也已经把这个 RISC-V 用到这个产品里面去了。然后当然还有其他的，比如说像是做machine learning 的厂商啊，或者是说政府支持的一个计划，或者是其他更重要的，其实大家可能比较少看到，可是相当重要，就是说工具的厂商。那这些东西其实都可以把整个 RISC-V 的应用从硬体、软体做一个最佳的结合，然后真正在这个应用领域发挥它的效用。那我们来谈一下，就是说这边右边2个图就是整个车用，就是说目前可能比较以这种功能域的这个架构的设计为主，然后它再透过这个比如说车子上的一些汇流排，就是 bus 的这个架构，再把它串起来。那以后逐渐其实会发展到这个整个 zonal 这个架构，就是说它会透过比较像是我们熟知的这个网络的方式，然后来串接各个部分，然后最中心它会把有很多计算的这个东西给集中起来。那我们从过去这个整个比如说电脑计算的这个发展来看，这个其实就是当硬体已经可以产生更多的这个计算效能的时候，其实整个软体跟应用上面会持续的把这边的这个部分消耗掉，然后会提供给大家更多更好的这个功能出来。所以我们在整个这个车用的这个 CPU 的这个不管是现在或者是未来，我们看到的其实就是说在左边我们把它列出来，就是说可能从比较小的地方需要一些控制的，说我们有32bit 的这个 embedded 的 CPU 的这样子的一个产品，然后有一些需要比较高效能，可是还是 embedded， 所以我们有64bit 的这样子比较高效能的产品。那同时它需要计算效能的时候，所以可能就需要像是 multi core 或者是 multi cluster 这样子的一个配置。然后 vector computing 这个也是 RISC-V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色。然后额外再往系统端来看的时候，其实像是I/O 的 virtualization， 还有以及我们刚刚提到的车用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说我们要做到 ASIL B 或者是 D 的等级，以及 security 的这些东西都要符合。那这一页其实可以看到这个比较重要部分，然后我们从左下角来看，就是我们其实公司里面有很多同事，就是在这个车用或者是说整个 industrial 的 functional safety 的这边有很长久的经验，以及过去成功的这个可以带给我们很重要的一个那个 lead， 所以我们在不管是从 architecture 或者是说 safety manager， 然后整个到公司的这个管理领导的这个阶层，然后以及底下 implement 的这些 designer， 其实我们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团队在做这些东西。然后我们所提供出来的一个我们叫 portfolio， 其实是一个很完整的，比如说，因为毕竟这个车用的这个东西是一个比较长期的一个东西，所以其实我们把整个可能考虑到的东西，以及我们的 lead customer 所提出来的这些东西，其实都把它结合在一起。然后就提到，就是我们刚刚有讲的，比如说不管是小的32bit、64bit， 然后比较 embedded 到比较 high performance 的这个部分，以及不论是有 B 或者是 D 的等级，以及做到这些等级，其实在整个技术上面，其实还是有一些不同的设计上的一个选择。所以我们也提供了，比如说不管是dual core lock step， 或者是说split lock 这样子不同的一个选择给客户。那这些feature 其实就是整个到我们产品线上，就是会配合我们本来比如说就有 multi core、multi cluster、vector virtualization 等等 security 的这些东西，就是整个会变成是一个完整的从 CPU 端出发的一个方案。那最后一个比较重要的东西就是说ecosystem 的 support 是蛮重要的，因为不只有 CPU， 是要构建成最后的整个系统，跟走到最后的整个产品。所以像是 compiler， 然后 real-time OS、STL 或者是 virtualization， 甚至是最后验证 safety 的这些的 consultancy，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那这边是谈说，我们怎么样子去 meet 像 ISO 26266规格这样子的一个需求。所以这个 SEOOC 这个可能在做这个车用部分的这个
贵宾可能会比较清楚，就是说其实它是一个手法，然后因为 CPU 会被用在像这样子 functional safety 的一个产品面，所以其实我们要准备好给我们的客户，甚至是说客户的客户要用的时候，其实就是要符合这样子的一个设定的一个状况。那我们的 compliance 就会做到，比如说像是我们用 single core 加 STL 做到 RCLB， 或者是我们有多做了一部分像redundancy 的这一些功能的东西。那 RCLD 就刚刚讲的，其实我们有不同的选择。然后最后就是要有一个完整的 safety package。那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有很多重要的这些partner， 那我们已经跟很多 partner 以及客户做那个紧密的合作，然后这边就是包括刚刚讲的不管是编译器厂商 OS， 或者是 STL， 或者是这个整个 safety 的 consultancy 这些厂商都有在内。那这是我们的这个产品线，那我们很快就是就会那个把这个左边的这个32bit 比较小的 embedded 的这个16系列上架。那我们这边还分了不同的型号，比如说CLD， 可是Spill Lock 比较有使用弹性，然后可以依照客户的需求去做配置。然后 AD 就是可能就是标准的 Dual Lock 那个 Dual Core Lock Step 的一个设定。然后或者是说客户希望的是 CLB， 可是它在整个 Power Consumption 跟整个 Area 是比较有效率的，这个其实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提供的方案。那我们目前卖的最好的像 X280 这个 Intelligence 的系列，我们在明年的时候也会有这个车用的版本。然后这个在不管是 Computer Vision 或者是 Sensor Fusion 这些都用得着这样子的东西。然后在24年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比如说是一个比较high performance 的 embedded 的 S7的这样子一个系列，然后主要是在负责整个车用的这个safety island 的这个部分的功能。然后上面我们看到这个是我们下一个版本的这个 P 系列的一个核，然后这个边就是整个是针对 ADAS 跟自驾车的这个使用，以及这个刚刚讲的需要 high performance computing 的一个中间的这个控制的这个功能。那我们整个产品线整个整起来就这样，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automotive 跟其他的系列不大一样，就是说它其实是一个比较像垂直，然后从比较简单的到比较高性能复杂的这样子的一个跨距的一个垂直的一个产品线。那其实这个车用的这个规格要求的蛮多的。那其实相类似的规格，其实这些产品也可以被用在比如说 medical 的这个设备上，或者是说整个工业化跟自动化的控制的这个部分。那我们就最后做一个总结，就是说我们提供的就是一个很完整的，不管是从小的到大的，跟这些相关 CPU 重要的 feature 都有。然后接下来 functional safety 也提供了相对的弹性，从 B 到 D。然后最后就是这个整个 ecosystem 也是帮那个我们这个整个客户以及整个 RISC-V 的 community， 然后做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整合这样子。好，那我今天那个介绍的部分到这边，谢谢各位。